国离开了日本机床，在高端制造业上真的一事无成，甚至造不了航母。中国机床的发展如何？已经突破了西方的垄断。近日，网上有一则消息说，中国没有日本机床，那么中国的高端制造将会一事无成，就将会陷入停滞不前。中国的机床完全是依赖日本。而此消息一出，立刻就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都是各有各的观点。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机床的发展，看是不是真的如网友所说，是完全需要依赖日本。没有日本的机床，是不是在高端制造业上真的是一事无成？首先，我们来看看何为机床，而它在高端制造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机床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亦称工作母机或者工具机。它一般分为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和木工机床等。然而，现代机械制造中加工机械零件的方法很多，除切削加工外，还有铸造、锻造、焊接、冲压、挤压等。但凡属精度要求较高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细的零件，一般都需在机床上用切削的方法进行最终加工。所以，机床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能较好地解决复杂、精密、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它也是现代化工业制造的基础。就是因为机床在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所以西方国家在高端机床领域一直对中国采取的是技术封锁措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制造发展。并且毫不夸张地说，机床作为国之重器，它兼顾着一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制造行业，小到生活用品、普通电器，大到汽车、铁路、船舶制造、航空运输、风电、核电等方方面面。而且单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的制造强国都必须先是一个机床强国，因为只有具备了高端机床，才能够拥有高端制造的先决条件，而高端制造的水平则是高端零部件生产的前提保证。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的机床能力水平就大致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的水平，也就决定了它在高端制造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而中国，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的机床的发展上却是步履维艰，很难尽如人意。中国从1958年就开始了机床的自主研发道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同一时间开始研发数控机床。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数控机床技术与日本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也是有所收获与发展的，也是一直走在前进发展的路上。在1986年，中国出台了863计划，为了要努力追赶世界高新技术水平，打破西方对机床技术上的封锁与垄断。而中国内时推出的 CKX5680 型车铣复合机床项目，就是在863计划中应运而生的。而且该装备主要是用于大型船舰推进器螺旋桨的高精加工制作，机床的大加工直径可达8米，承重100吨，且定位的精度达到了 0.025 毫米。同时，该装备还实现了螺旋桨一次装甲全工序加工完成，并且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在数控机床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并且此次推出的 CKX5680 型车铣复合机床，对提高中国的船舰和发电设备能力以及国防安全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技术封锁限制，这在中国机床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中国的机床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发展的步履维艰，而加上中国只是一味的扩大机床厂家的数量，而没有致力于追求机床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专心的去钻研技术，使得中国机床出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从而陷入了低端混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的魔咒。然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局面，使得日本和美国抓住机会，对中国采取高价勒索、低价倾销的策略。他们倚仗着自己在机床核心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就大肆的挤压中国国产企业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对他们来说还真的是两全其美，因为这样既阻止了更高端的机床进入中国，又阻碍了中国机床企业的发展，就使得中国的机床企业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真的是苦不堪言。但是随着中国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窘迫的情况就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快速发展时期，
使得工业生产力大量爆发，机床作为工业之母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15大以来，中国的数控机床产量增幅达到了30%以上，并且逐年增长。并且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明确了战略任务和重点。而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计划当然也在其中，并且随着中国在机床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还能够实现自主建造航母，完全不需要进口日本的机床。虽然中国之前的机床主要的都是从日本进口，这占据了日本国内大部分的机床订单，但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不需要从日本进口机床，完全是可以实现自主研发机床，以期来达到本国对机床制造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的一部分中低端机床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以至于日媒放话称，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是造不出航空母舰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实际上已经实现军工机床完全国产化，完全不需要依赖任何国家，自己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所以这也是结结实实的打了日本的脸。而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建造的003航母就是最好的代表。了解航母构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每艘航母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部件——螺旋桨。这个螺旋桨讲究的精准度很高，哪怕有1毫米的偏差都不能使用，并且螺旋桨的频率、噪音、涡流特征可以用于识别舰船信息。所以螺旋桨在船舶的建造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掌握这项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在螺旋桨上的研发也已经实现了国产化。要知道，中国此前在大型船舶的螺旋桨部分都是主要依赖于从国外高价进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不仅在民用超大型船舶实现国产化，而且在国产003航母的螺旋桨上也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就是中国在机床制造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不再是完全依赖进口，反而一直受制于人。加上中国在高端机床领域也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经过10余年的努力探索与研发，使得柱断洗一体化金属3D 打印技术的问世，这也让中国在3D 打印机床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还曾3次要购买中国的3D 打印机床技术，但都是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拒绝。因为这项技术的研发成功，它不仅提升了打印材料的强度、韧性、耐疲劳、寿命以及可靠性，还降低了设备的投资和原材料成本。这项技术的问世直接攻破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动机制造难题，这就为中国航空领域带来了技术性的革命。所以中国对于这项极为宝贝的技术采取的是限制出口政策，也让美国多次吃了闭门羹。